大家好，我是整个暑假转瞬即逝，基本没得享受，却又得被抓回去当苦命大学生的玄武，真的是好久没有回来更新水星这个系列啦。作为我频道转型的真正起点，汇聚了动画心得杂谈这个讲坛形式的始祖坐标。当初那段每周2更准时追番做影片的日子，不能说是真的很近，但依旧令我印象深刻。如果是我频道早期一点的观众，应该也能知道，我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个妥妥的水星脑粉。一路走来被我喷过的钢弹作品虽然不在少数，但唯独水星的魔女的相关影片系列制作，我都是尽量保持着相对包容、耐心的态度，同时也尊重接纳不同意见的看法。今天故地重游，也算是回到了一切梦开始的地方。除了稍微来回复一下在1年多前的周年纪念片中底下有看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讨论，同时我觉得今天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和各位谈谈我在过去所有的影片中时不时就会提到的关键字。为什么我不喜欢一直用小说、漫画等的额外内容去过度补充和心中角色的原因。相对于我在 Seed 中的花式阴阳怪气，在这边我会尽量用较为闲聊的方式来和各位轻松的交流，还请各位接着继续看下去。以防万一，秉持着我们一贯的老传统，本集一定会涵盖到整个水星魔女的剧情内容。虽然我不认为会有什么都没看，一头就往这种暴雷取向的影片横冲直撞塞进来的新观众是多数。不过如果你是还没有看过《机动战士钢弹：水星的魔女》这部作品的观众，我会建议你先去看完2季《水星的魔女》，外加我前面几部水星系列的讨论作为补充后，再回来观赏本集的影片。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和影片右上角的资讯卡中。起言斟酌对剧透包容度后再进行观看哦。那么就开始吧。先从观众的留言来讨论好了，我知道你们想要看我讲什么。这一年内对于钢弹动画来说最大的事，莫过于 G-Cross 在今年所掀起的浪潮了。二创热潮如此的猛烈，热度甚至不亚于前几年由 Freedom 所掀起的那阵 C 的旋风，也出现了什么大番茄交棒给小番茄之类的贺图。这时候你们一定会想问我，那在看完水星和 GQ 后，2部作品相比究竟孰优孰劣，诸如此类的评价。其实这个问题至于我来说，必须从2个层面来进行考虑。第一个，从客观事实层面来说，我认为2部所重叠到的客群不能说是少数相似，只能说根本就是天差地远。水星当初接受到的客群有很大一部分是吸收到了利可利斯完结后极度缺乏百合贴贴的女童发糖派族群，代表的是年轻一辈涌入机动战士钢弹这个 IP 的新生代力量，是一种初来乍到的新血加入。这种观众过去可能没有契机或没有意愿去看那种老旧纯正机甲战斗的族群，但透过了这个包裹着香香女角外衣的校园机甲战斗番作为媒介，而使观众愿意扎根停留，甚至是看完了以后意犹未尽，进而主动挖掘过去诸多钢弹作品的年轻冒险家。这个特征可以从过去在巴哈版上做过的投票调查中略知一二。涌入的新血多为27、8岁以下，也吸收了不少比例的女性观众。在世界观的设定中，舍弃了由0079一路延续下来的时间线，采用了自成一派的新元历纪年，让观众不用烦恼要补过多前传剧情的同时，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线的世界架构，大幅降低了入坑的门槛。G-Cross 则是主动制造，并尝试搭建起老一辈钢弹迷与新生代钢弹迷之间的联系桥梁。作为钢弹系列中少见的平行宇宙世界观，选择承袭与过去作品剧情有直接时序关系的原创主流作品的同时，也加入了更多新颖的元素，去接纳包容想看到不同光景的观众。从邀请曾制作新世纪福音战士系列的安野秀明加入团队， Kara 和 Sunrise 携手合作的行为来看，这同时也是笨呆官方所释出的破格新意。机设部分凸显 EVA 化痕迹的同时，在人物轮廓，你也可以说是画风什么的，都更接近于近代的主流画法，使用了和水星同款的圆润感，让整体色彩变得更加鲜艳。不只体现在了机体轮廓的雕琢上，就连小番茄也拜此特色所赐，获得了哈曼萨玛同款的亮粉色头发。同样在钢弹圈中再次掀起了一波番茄哈曼论。虽然说是这样讲，但其实 GQ 的整篇计划从2018年就已经确定执行，甚至是早于上一部水星的魔女的计划发起时间。从时间线来看，谁固定谁还真不好说。其中也有 Kara 制作完新版 EVA， 扫除过去几年的疫情阴霾后，才让 GQ 延后到配合钢弹系列45周年的时间点予以公开。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2部的赛道压根就不是长在同一条线上。以2者的定位来说，我认为水星是那个负责吸引过去没有任何钢弹的经验，广纳所有潜在观众的广告传单，而 GQ 则是纵向发展的维系者，负责将接近脱节的旧时代老根和初来乍到刚砸下的新根建立起一种交流固定的联系，保有老根缅怀旧日荣光回忆的同时，让立足未稳的新芽也具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让2边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意见交流的同时，却也留给彼此一份恰到好处的 social distance。必须说，在前
青黄不接的问题上，钢弹这个老牌 IP 还是比较严重的。将近10年的真空期所产生的空洞，这就让钢弹的观众年龄层可以说是落掉了一整个世代之多。偏偏从2010到2020这个时间段开始，可以说是动画最蓬勃发展的一段上升期。甚至扩大一点来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各式热门动画，基本上都出自于这堪比动画界的黄金10年内。好死不死，这段时间内除了铁血有一度异军突起，成功拓展到圈外，其他的钢弹作品不能说没有扩展业务，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从我后台影片数据中男女比以及年龄层分布的趋势差异来看，这点数据分析我认为还是有点可信度的。而且作为一个长青的 IP， 钢弹相比起其他老动画有着更底层的特征，战作品、战新老的风气盛行。没错，虽然都挂着钢弹的 title， 但除了0079一脉传下来的钢弹正统世界线，其他如同水星、铁血、Age 等一票以独立世界观起家的钢弹动画，都与本传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别。由于这些作品离1979年的初钢不能说是非常遥远，只能说是上古神兽的存在。再来要讲的话，我自己也知道非常的有争议啊，毕竟我也不知道这影片发布后会不会被延上，所以如果感觉真的有被冒犯到，就当做是这整段文案都是我喝醉时忙着写出来的狗屁。总而言之，钢弹这个 IP 中有着这么一群偏基础，而且不得不说比例还不少。PTT 钢弹版上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如果要用台语来说，可能比较接近卡康，但我觉得这边用大陆常用的2个字会比较精辟，就是杠精。极端的杠精在钢弹群中是不是少数，我不敢100%的保证，但声音绝对100%是叫最大声的一群。他们反水魔，觉得女同校园风格的钢弹不是钢弹；他们反 GQ， 觉得长得像 EVA 风格的钢弹不是钢弹；他们反 Age， 觉得画风像闪电11人风格的钢弹不是钢弹。这时，如果你想着，既然他们觉得这种独立性质的都不是钢弹，那本传往下延伸的系列就没问题了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什么独角兽扛卫星炮就直接破防不承认这是钢弹的？什么凤凰没人驾驶在外面乱跑就不是钢弹的？反正只要一个不合他们的意，就全部给你扣上这不是钢弹的帽子。结果到头来，除了抱着那几个既有的刻板印象，在自己的同温层内大声嚷嚷，以为自己掌握着什么神奇的话语霸权。结果从沉默的多数及刚加入钢弹社群的新人看来，就只是看见一群畜生在狗吠火车。奇怪，创作者也不止一次提到了钢普拉是自由的这种一再强调的观念，他们到底是怎么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陋习给活灵活现的示范在自己身上的？反正我是不太理解啦。哦，对了，这也可以带到我当初开始做这个好坑系列后所未曾料到的。其实我应该也不止一次有表达过，我并不希望自己的客群仅仅是限缩在钢弹动画的饼上，毕竟一个季度的动画基本就是几十甚至是上百部在播放的，如果不多多拓展其他动画的市场，那么就真颇有些因小失大的意思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喜欢看钢弹动画的观众和喜欢看动画的观众有很大一部分根本就不在一个集合里面。会这么说自然也不是空穴来风，起因是我在去年上架铁血孤儿的相关影评时，同时为了蹭当季的热门动画而追加了福利连的相关影评，效果不能说是十分惨淡，只能说是根本乏人问津。但随后制作的铁血争议会诊，却让我拿到了整个频道创立以来最高的观看及曝光数。会产生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除了我没有跪下来把 YT 爸爸当地基主在拜以外，要么就是我做的影片真的是超有争议，靠着一张嘴狂喷猛干就直接上了 highlight， 要么就是我的观众本质上就不是动画追番仔，而是钢弹动画追番仔。这两者之间，一有可能会摇摆到2，但通常2是不会摇摆到1去的。这也有可能是我主观的想法，也许单纯就只是我做的影片太烂，让旧有的钢弹客群连点都不愿意点进来看。Maybe 我在猜啦。去年的影片中，我其实也有提到关于我对于 OO 之后再无钢弹这一句话的看法。我的意见如同以往，我一样同意这句话绝对不是单纯的为黑而黑，毕竟这10年来的青黄不接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忽视掉的。但如果从 IP 销售和推广的角度来看，我必须要说这句话早已慢慢成为了过去式。靠着水星和 GQ，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品牌已经慢慢从过去吃老本的情况，默默过渡到了一种承先启后的状态。先用水星把广大的潜在观众调进来，再用 GQ 去引起观众对于本传的好奇心，搭配着 Seed、OO 等一票老班底的输出，俨然让钢弹成为了一种新代老扛新的正向循环。从动画放映权、各式周边以及线下举办的活动展出，我可以肯定的说，若笨蛋愿意继续按照这个步调前进，那估计用不了几年就能真正走出阴影，再创这个品牌的辉煌了。至于那些大声嚷嚷着什么水星和 GQ 不是钢弹这类论述的人，我必须得多嘴个2句啊！一昧的爆产手缺，只会让这个社群变成一滩死水。
我能够理解想要守护心中那个曾经美好愿景的记忆，但如果受到这份记忆束缚，而导致丢失接纳新事物的能力与勇气，那么当这些心血都因感到格格不入而渐渐淡出，圈子里只剩下少数的老害和优越的厨们在干股奉金，请相信我，这份爱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热爱，你们从头到尾只不过是以爱之名实施强加于所有钢弹人身上的诅咒。你们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听，捂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就想否定新生代加入社群的动力，却否定引领着他们入坑的作品本身存在的意义。你们根本就不爱钢弹，你们只是自私的爱着自己而已。要臭干一部作品绝非不可，但你至少要能做到言之有物，准确表达自己的论点、原因和感受。像各位应该也知道，我本人是个 seed 的黑，但我就算再怎么去黑 seed，我也不会没事讲出什么这不是钢弹之类的什么屁小话。其实对我来说，针对画风、机体设定等的东西，在先后顺序上真的都偏向次要。毕竟别的不说，光是2010年的主流动画风格和2020年的主流动画风格相比，根本就能当做两种不同的东西。针对这种会根据个人喜好和时代更迭而改变的东西下手，除非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出戏，否则我通常是不会主动拿出来讨论的。毕竟我也没有听过什么因为鲁路修的画风不符合现代标准，所以它不是神作之类的言论。可见一个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一份优质的剧本桥段设计，才是你评价一部作品的正常标准。而在此评价标准上，我认为单就水星和 GQ 的剧本设计，基本都有80分的水准啊。当然我知道，在水星刚完结的时候，台湾和大陆的论坛大抵可以说是两样情。基本上台湾乃至于日本、欧美的论坛都是沉浸于厘米贴贴而无法自拔，反倒是大陆论坛对于水星的意见可真不是一般的大，甚至还发起了什么是否水星已经超越铁血，成为钢弹史上最大变的动画。如果你今天单独列出铁血第一季对标水星第一季，那你觉得水星比较差，我绝对能够接受。这两部的第一季客观来说就是各有优劣，喜好评价全在个人。但你要拿铁血2对比水星2，或是拿整部铁血去对比整部水星，相信我，根本轮不到我出来说话。笨呆的股价和模型销量会先把他们的脸打肿到连他们的老妈都认不出来，那个差距不能说是一骑绝尘，只能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强调了，不是单靠全灭花式便当就能让一部作品有深度。我很喜欢将好的角色死亡比喻为酿造一瓶价格不菲的顶级葡萄酒，从人工采收保证葡萄的品质和完整性，预梗之后的榨汁、出渣和酒精发酵，历经千辛万苦的灌桶、搅泥等流程，到最后一切尘埃落定，被装成一瓶瓶的葡萄酒为止。同样的道理，角色的养成需要铺陈、固化，从初登场的时机安排和个性，了解其经历过的种种苦难和磨练，历经千辛万苦的成长、挑战等流程，到最后一切尘埃落定，成为与主角心意相通的特别的存在。这种时候只需要等待一个好的时机，让其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像是开葡萄酒般，嘣的将其开封，完成自己的牺牲和救赎。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悲剧角色该有的带有着悲剧色彩的退场。信不信铁血中后期，但凡有任何一个铁花团角色敢这么死，评价都不至于雪崩式下跌的这么惨。就明显感觉和其他历代的钢弹作品吵架的点都不一样，好像有不少的水星黑都潜伏在暗影中伺机而动，随时在等待机会颠覆他的评价，巴不得他跌落神坛，好让他们能狠狠的跑过来践踏个两脚似的。理由不外乎是前面那些嚷嚷着没有战争、没有大场面的校园剧算什么钢弹之类狗屁不通的逻辑。反正在我看来，水星黑的组合不外乎就两种，要么是讨厌女童的古板地球人，要么就是讨厌钢弹结局没有拿常见的黑身残做收尾。这两种人基本上就各占了一半，或者是根本就是同一类人。至少别的不说，信不信大陆的水星黑跟立可黑根本他妈就是同一群人在闹。说到底，现在除了80岁以上的爷爷奶奶们，这些观众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实际经历过战争。隔壁年轻一辈的日本人同样离战争太远，甚至可以说是用厌恶来形容，还在用以前的方式去描写战争的残酷和反战。到底要怎么引发众人想象的共同体，去借此吸引新人入坑啦？是说我在 PTT 上也有看到类似于目前最接近白富爷理念的钢弹作品，貌似就是关心者与水魔这样子的论点。或许比起让钢弹成为单纯用来杀戮的兵器，作为如同 OO 的对话工具，水星的广域精神聊天室成就一种透过对话与理解，借此去消弭世界上一切纷争的理想，才是钢弹这个 IP 想要传递给观众的深层意涵。与其强调钢弹作为毁灭性的武器，不如将它视为连接人心的桥梁。在以此为基础的要求上，水星的魔女展现了钢弹作为理解与对话的媒介，而非用作单纯的战争机器，去提醒着每一位观影人，真正能改变世界的大同理念，绝非一昧的依靠火力的强弱，而是能否透过交流化解误会、消除冲突，也才是钢弹在这个系列中持续想要传递的深层反战精神吧。